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线性嵌入强化学习。国防科大等机构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发表该成果。线性嵌入强化学习让单一算法接管33种不同形态。该成果被称为软体机器人的通用大脑。方法将非线性动态映射到线性嵌入空间，算法无需重新训练即可适应全新构型，仅需极少量交互数据实现在线自适应。样本效率相比传统方法提升75倍，这彻底解决了软体机器人控制器的形态绑定难题。大自然的答案藏在章鱼和象鼻身上。章鱼通过改变身体结构穿过狭窄缝隙，大象则能调节鼻子刚度搬运巨木或拾取花朵。这种身体及智能的核心优势来自感觉运动循环，生命体凭借嵌入式循环瞬间适应形态改变。机器人技术试图用柔性材料复刻这种生命力，软体机械臂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。他们追求在物理世界复刻无穷的形态适应能力。目前，软体机器人的控制系统与物理形态深度绑定，一旦增加结束或改变顺序，控制算法必须推倒重来。传统动力学建模计算极其高昂，需专家数月标定。常规强化学习面临极度样本饥饿，需100万次交互、数百万次真实交互，导致柔性臂严重磨损甚至损毁。这种紧耦合严重限制了软体机器人的灵活部署，形态和控制的强依赖成为实用化主要瓶颈。迫切需要一种能解耦形态与控制的通用方法。线性嵌入强化学习框架解耦控制策略与物理形态，它让同一个算法直接接管完全不同的软体机器人。传统方案需要针对每种构型重新设计和训练，线性嵌入强化学习框架无需从头重训即可快速适应。算法仅需少量实时交互数据即可在线更新策略。研究人员验证了33种完全不同的机器人形态，这一成果使得适配效率实现了降维打击般的提升。该方法提供了软体机器人通用控制的全新解决方案。软体机器人的动态变化极其复杂且高度非线性。库普曼算子利用基于 MLP 的映射来捕捉共享物理特征，它将复杂的非线性动态升维到高维线性嵌入空间。在这个平坦的线性空间里，异构控制问题变成简单线性求解。这一过程化繁为简，让原本难以建模的动力学变得可控。关键证据是库普曼嵌入能同时适用于多种不同构型，意义在于打通了从非线性到线性的降维通道。但该方法依赖预训练共享空间，对新物理特征需在线微调。在预训练前空间里，直接部署无模型强化学习，用极少实时交互数据，系统在线更新策略，增益矩阵 K， 毫秒级动态更新，支撑实时反馈。边跑边学机制，彻底抛弃重新建模。建模误差被直接转化为系统进化动力，跨越仿真到现实鸿沟，消除传统建模误差。对全新构型动态差异，增益矩阵实时调整。整个过程形成闭环，实现毫秒级在线进化。LERL 系统由离线预训练、迁移和在线学习3步组成。离线预训练仅使用最基础的单个蜂窝模块，它提取非线性动态特征，构建共享线性空间。这一共享空间为所有后续构型提供通用基础。多构型迁移将共享空间零成本克隆给新机器人，例如成功迁移给4种不同物理构型。在线策略学习在毫秒级计算并更新控制动作，它结合前馈与反馈，适应不同构型的动态差异。单一算法接管了33种软体机器人形态，这些形态主要涵盖3大类与异构混合体。象鼻型有23种变体，采用蜂窝正压驱动；肌肉型有3种变体，模拟并行肌肉动作；蠕虫型有3种变体，利用负压真空驱动；异构混合体有4种极线串并联组装形态，无论驱动与材质，共用同一套 LERL 算法。这证明了算法具备跨构型的通用控制能力。样本效率对比图所揭示的差距令人十分震惊。传统 PPO 算法需要超过525万个训练样本， KCID 模型也需要15万个样本才能完成跨构型迁移，而 LERL 算法仅需2000个真实世界交互样本，样本需求直降75倍，堪称降维打击。算法仅需几分钟就能在真实世界迅速自适应，这彻底避免了对软体机器人的物理磨损与破坏。跨构型迁移成本实现了断崖式显著下降。
这一页将 LERL 与多种 SOTA 算法进行了横向对比，在支持的构型数量上 ，LERL 覆盖了33种构型，而 KCID 仅支持2种 ，PPO 和 TRPO 都只支持1种。在迁移所需样本量上 ，LERL 仅需2000个样本 ，KCID 需要15万个样本 ，PPO 和 TRPO 则不支持迁移。在动力学表现上， LERL 的最高速度达到 1.89 米每秒，最高加速度达到 22.34 米每秒平方，接近翻倍于 KCID。这些数据表明 ，LERL 用最少的数据实现了最广的兼容性和最强的性能。这种全面优势意味着软体机器人控制迈入了通用化阶段。LERL 算法大幅提升了软体机器人的速度极限，最高线速度达到每秒 1.89 米。相比现有最优技术提升了 24%， 最高加速度达到 22.34 米每平方秒，相比现有最优技术提升了高达 92%。极速之下，稳态位置误差仅 3.22 毫米，这打破了软体机器人动作迟缓的固有印象，敏捷性与爆发力被彻底解锁。高负载下的精准形变补偿是软体机器人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。研究团队挂载了重达1000克的铁块进行极端压力测试，在巨大载荷引起的严重物理形变下 ，LERL 算法迅速在线调整增益矩阵，它完美克服了重力导致的下垂与剧烈抖动问题。姿态收敛曲线显示，系统在短短 0.02 秒内达到稳定，这意味着即使承受超出常规的负载，算法也能瞬间恢复控制精度。这一能力让软体机器人在重载作业中依然保持可靠表现。高负载下的形变补偿验证了 LERL 的鲁棒性与实时适应能力。实验引入7处执行器气囊的彻底破损，这种物理瘫痪足以让传统系统完全停机。LERL 的在线学习机制瞬间重组剩余气囊，稳态追踪误差仍被控制在2毫米以内。算法将硬件故障直接转化为优化动力，这证明了在线学习对材料疲劳的实时补偿能力。传统方案因磨损导致频繁维护与停产。LERL 实现了近乎不死的容错生还机制，软体机器人挥舞铁锤，完成高速精准砸钉任务。载荷为370克铁锤，挥击速度 0.78 米每秒，制动爆发加速度高达 11.6 米每2次方秒。整项操作耗时72秒，完成双面连续钉入。该任务同时要求大载荷支撑与高速挥击，还需要高爆发瞬间制动，实现力量与精度统一。这是软体机器人领域前所未有的创举，它证明了 LERL 算法在真实世界的极限性能。3毫米极限容差下 ，LERL 成功率达 90%， 传统 KCID 模型仅 40% 成功率，差距巨大。打靶要求软体臂挥舞铁锤砸中固定标靶，位置偏差不容许超过3毫米，极为严苛。算法仅用2000个真实交互样本完成学习，它瞬间补偿了挥击带来的巨大物理冲击力，这印证 LERL 在超高精度场景下的稳定能力。从数据效率到精准度均大幅超越现有方法。第4个实战演示模拟9宝任务，软体臂需完成握手、抓取、倒水和递交。液体倾倒时，重心与质量不断变化。人机握手还引入外部随机扰动，算法在动态干扰中瞬间恢复稳定。端点位置方差仅为 0.000695 平方米每平方秒，这一值极低，证明控制精度非常高。动态负载下的平滑度达到新高度。软体机械臂握持软毛笔，完成了一幅完整的书法作品。毛笔的高维像素级控制要求悬停容错率趋近于0，系统需同时调节高度、压力、角度与速度4个维度。该任务使用了混合组装构型，克服了内部极大的物理动态差异。过去只有昂贵的高精度钢体工业机器人才能实现顺滑书写。LERL 算法让软体臂的笔画行云流水，毫无抖动，这验证了跨构型控制已触及精细操作领域。第4项实战演示聚焦极速反应能力，软体臂需接住随机自由落体的木棍，整个捕捉过程被压缩在100毫秒内，从视觉捕捉到算法计算再到气动爆发，端点速度直达每秒1米。系统在100毫秒内完成全部动作，100%的拦截成功率验证了实时控制精度。这彻底打破了软体机器人反应迟滞的固有偏见。硬件生态提供了3种即插即用的模块。蜂窝模块采用正压驱动与多级刚度，
肌肉模块使用并行气动人工肌肉，蠕虫模块则依靠真空负压实现高速响应。这3种模块覆盖了重载、仿生与敏捷3类需求，无论底层是正压还是负压材质，只需像乐高一样重新拼接硬件 ，LERL 算法即可在线重塑神经元，完成接管。以往悖论在于外壳越柔软，控制越笨重，但所有软体构型共享底层非线性物理规律。线性库普曼嵌入将这些规律映射到平坦空间，在线强化学习则在浅空间中动态调整策略，二者的结合实现了物理重构与算法的解耦。这是史上首次在现实世界统一软体控制，由此软体机器人实现了即插即用的大脑。这一范式转移为通用基础模型铺平了道路，极低数据依赖与实时自适应推动3大产业变革。医疗微创手术中，机器人动态变形并毫秒精准操控；深空深海环境中，气囊破裂能自我补偿并继续任务；工业互联网中，异构夹爪即插即用，告别冗长调试。这些应用共同指向构建物理世界基础模型，实时自适应控制，让软体机器人摆脱昂贵建模依赖。核心是算法仅需极少交互样本就能适应全新构型。LERL 重塑软体机器人进化边界，开启通用智能，实现无模型在线强化学习，仅需2000次真实交互样本便跨越33种异构软体形态。样本需求相比传统方法降低高达75倍，物理性能突破速度与载荷极限，完成精准复杂拟态任务。这一框架为软体机器人通用智能控制奠定关键性基础。其核心在于解耦控制策略与物理形态，实现即插即用，未来推动从实验室到工业医疗场景的实际转化，让万千物理形态共享一个进化的算法灵魂。这是软体机器人迈向通用大脑的里程碑。